大家好，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栋真正可以代表洛杉矶独特魅力的街区的一栋豪宅，它远远在比华利山庄和表艾尔之前。快跟我们一起来开箱今天的豪宅。来到室内，和大家来开始今天的豪宅开箱。这栋房子还是很特殊，非常的特殊，就是咱们想在市场上找到一套这样的房子都不太容易，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进来，这是它正式的佛爷玄关的地方，前面放了一组沙发，你说进门放在这边坐一坐，换个鞋，或者稍微休息一下都可以，因为你看它进来的空间很大，你很难想象这个房子最早是1916年。15年盖的，然后在80年代重新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翻新，然后再经由现在的主人进来，你可以看到陈设全部都是包括在内的。今天所有的房屋的陈设都是包括在内，可以看到整个进来的空间、楼梯的空间、简单坐的地方都非常的好，很难想象，哎，这是个1980年代的房子的感觉，因为它的层高、它的空间，包括你看它的门框的地方，首先全部都是pocket door。都是这种纯木质的门，就非常的有那个年代的韵味，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时候好莱坞最辉煌、最黄金的年代的那个时候的感觉。那旁边一进门过来，先是这一侧呢，是它主要的一个会客厅，或者是它主要的一个 living room， 可以看到上面有大量的墙纸、壁画，顶端的所有的全部都刷的这种金色或贴的这种金色方块形的这种墙纸，金灿灿的。和那边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往这边走，所有的家具相对比较复古，或者是符合那个年代的设计。整个上面空间很大嘛，两个很漂亮的 chandelier 挂灯，直接挂在中间两边的位置，大量座的区域，好有穿越感，在这边走起来，有点。大家看过那个 The Great Gatsby 吗？对，我也想说，就是里面的陈设给你那种富丽，什么叫富丽堂皇？我觉得就可以形容今天的房子。一点都不过，你看一个复古的演奏钢琴，太漂亮了。你看它的金边，这个钢琴的金边勾勒出来的效果，真的就是很多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屋主现在都去哪儿找的，太难了。这么长的时间，有些东西价值不菲啊，都是跟这个房屋包括在一起 sell 的。包括你看这个老式的壁炉，因为80年代你看它还是能烧真火的，不像咱们现在的房子都是电子壁炉嘛。你看它是真的壁炉，烧起来那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非常漂亮的木头的 casing 直接包起来，上面这个地儿，看起来像个镜子，是不是？实际上是电视。它几乎每个大的空间都有电视，但是使用的方式略有不同。比如说我们这个大的空间看完了嘛，跟着我们直接绕过这个墙，到达它房间的另外一侧，就是主客厅和它这个壁炉之间一格的地方，就是它的怎么说 man cave 或者是 lounging room。或者一个放松间、游戏间的感觉，对不对？你看这后面挂了一大幅画，实际上它后面是电视，也是那种升降的，藏在后面的电视，很有意思。就它把很多现代的东西吧，很好的不违和的方式隐藏在这个房子里面，使这个房子依然能保持在那种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这种感觉，80年代、90年代这种感觉。这边游戏间嘛，那不用说了，对不对？复古的这些游戏机，对不对？经典的游戏全部都有。层顶的这些 molding 的设计和刚才那个屋子层顶的 molding 也不一样，中间放了一个非常好尺寸的 pool table。这种灯你看，只有在一些旧的画报啊、电影里面能看到，一些好莱坞的场景里面会经常能看到的这种台球的灯挂在上面。我太喜欢这个房子的风格了，它就是那种复古。它复的
刚刚好，一点也不旧，是不是？侧面啊都有窗户采光进来，那边是后院。你看这个房子，就是因为80年代的很多房子，咱们其实层高都是有问题的。但你看它每个空间，1楼这边基本都是11尺到12尺的层高，层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这边后院非常的棒，后面还有一个无限镜，这种镜子真的是让人看着就觉得不停的在看，就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感觉。这边也放了很舒适的皮质沙发的这个区域，我觉得这个就它这种房子配皮质家具特别合适。大家如果用心的话，就经常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很多的房子 ，contemporary 或现在的房子都是偏布艺的家具比较多，但你看它这个房子大量使用了皮质家具，但是依然觉得很舒服。双开门打开过来，大家可以看啊，它这个房子其实每一个空间的壁纸都不太一样。你看这边呢又不太一样，海岛风的感觉，但它的台球的所有的杆子是挂在这边的，是在那个房间外面，就是你要去打台球之前，你要先在这儿拿了杆子才能进去。还挺有意思。关起来的地方就是储物间了，我们不过多介绍。绕一圈回来呢，正好把外面这一圈啊，右边这一圈照完了，回到中间的位置，你看到也是不同的墙纸，它上面的框 molding 也是不一样的。它每一个区域用墙纸、壁画或者是框 molding 做了主题的分割，对不对？把它分开了，然后这边一进门正对着一个小的坐的区域。陈列啊，我们就不多展示了，因为这个屋主的来头也是非同小可，在洛杉矶当地也是蛮有威望的一位绅士，能叫这么说吗？可以，先生，没问题，可以吧？这边是去他早餐厅的位置，往那边有一个半位狐狸主题的，墙纸都是狐狸，管它叫狐狸卫生间好了，里面挺漂亮的，很特别的一个卫生间。往这边侧面有一个通道，通道过去有一个楼梯间，那个楼梯间是可以上楼和地下的地方，它的地下室真的很惊艳。然后从这边也能通到厨房，所以它房子其实是四通八达，对不对？这是正门嘛，对不对？我们回来的地方，刚才我们从左手边走的，那现在跟着我们往右手边这边走。进门这一侧呢，同样2扇趴盖垛全部收纳到墙内，把这个区域也可以分割开。而且过来以后，这是它正餐厅的位置。这个正餐厅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或者以前我们没有见过类似的设计。比如说，你看它周围的墙纸，鲤鱼荷塘、水墨画的感觉，这个我也没想到，因为在一个这么偏西方设计的房子里面，有这么强烈东方元素的这种设计和点缀，还是蛮想象不到的。那空间里可以看到，它这边的房屋的顶部呢，全部都是铺的银色的墙纸或者说是壁纸，和那边金色不一样，可以叫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嘛，左右2个区域。而且这个房子每个空间里面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墙壁上的挂灯和一进门的地方，实际上它每一个空间的小的挂灯都不一样，很多都是很复古的，包括这边老式的唱片机、老式的这种陈列柜。但它老的刚刚好又不旧，完全可以使用得了。那最大的重点匆匆我们往这边稍微走2步过来，可以看到这个大长桌，这是一个14人，对吧？没数错吧？14人长桌哟，比较少见这么大的。关键你看它斜着放啊，大家说，哎，为什么斜着放？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摆正了，其实它前后左右是依然有距离的。不是说因为它空间够大，对，不是因为它空间小它要斜着，肯定它自己有些自己的理解。上面也是很漂亮的水晶吊灯，直接吊到这个桌子正中间，整个木头的漆面也是非常的好。屋主到今天还是住在这个房子的，我们要感谢一下经纪人 Louis 和经纪人团队以及屋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为大家来展示这套房子，对不对？要麻烦他们出去给我们清一天的时间。我们镜头继续往前走。好好品味啊！真的，每一个屋子都是有看不完的细节，说不完的故事。往这边，餐厅过来，直接接过来的是一个餐食的准备区，酒柜啊，包括一些收纳呀，包括大的 sink 垃圾回收，侧面有采光进来，全部都是石头的台面，也非常的好，很多的橱柜的收纳很合理，对不对？因为往后面走就是厨房了嘛，跟正餐厅挨的位置，包括你看。它的很多的不能叫门把手了，只是过门让你去用手推的这个部分，都很讲究，铜制的。对，这种见得不多。哎，它这个就是专门让你去推的地方，因为简单的做法就直接门就好了嘛。对，或者一个门把手。哎，它反正也没有门把手，那它直接做了一个这个专门让你去推的位置，你可以摸起来的感觉，包括上面的花纹做得非常的漂亮，都很精致。镜头再往上走，穿过这个准备的区域过来。
先埋一个小伏笔，大家看看这个能想到是什么样的。因为厨房里面可能大家平时应该见不到这个东西，是不是？这种小车库工具间才有。对，一般厨房里面看不到的。一会儿看看是什么东西，大家能不能猜得到？一步先过来，我的右手边就是那个过道了，直接过去正对着那个半位和一进门佛爷往后面走的休息区域，直接就通过去了。从这边能环绕过去，下地下室的地儿啊，上楼下楼都在那边。它楼梯间的壁纸也完全不一样。对，每个空间都是靠壁纸不同的家具风格来分割，但它放在一起整体性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到这个厨房，你看它用的颜色都很大胆。你看这种深蓝色配上一些灰色，包括上面这种金灿灿的马赛克的这种小砖，对不对？电器呢倒都是很现代啊 ，Thermador 的没有任何问题 ，Pot Filter 全部都有 ，Burner 60英寸的全部都有，咖啡机也是做的这种 built-in 的，非常的漂亮。五金件不用说了，这种房子五金件一定会用这种黄铜色或者偏金色，没话说了，太漂亮了，非常精致。你看这一组超大的这个洗碗槽的这个五金件，真的是好看。包括这边所有需要配的啊，米拉对不对？洗碗机全部都有。橱柜呢，你看这边是浅灰，这边是深蓝色，两个颜色很流行啊。现在这种两个颜色的撞色的对比，撞色搭配很漂亮，也是这种精致的把手。往这边走，多提一嘴，你看它这边的台面用的是butcher's block， 就那种大的木板，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做面食，对不对？切肉大的 brisket 都可以在上面完成。然后这边呢依然有一个高吧台的位置，平时坐这边简简单单吃个饭，非常漂亮纹理的天然石料也很漂亮，把这个房屋的厨房这个空间一下点亮。这边有更多收纳的空间 ，microwave 也是做的 built-in。侧面的门出去是它户外的厨房，你看它动线依然很合理啊。对，户外厨房、室内厨房、准备间到正餐厅一条直线上过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往这边有很多收纳的空间，很多的窗户采光。你看，1980几年的房子，你看它翻新完，所有大量的自然光进来，给人的感觉是多舒服啊，很舒服。它这个房子很多地方就是一靠一坐就能一天的，一点不夸张。厨房两个不同的岛台上面用的相同的挂灯，挂了2个下来。往这边可以看到，哎，上面这么高的柜子怎么办啊？哎，那儿有工具呢。没错，梯子就是为他们准备的，所以他都有想到了，对不对？而且你看这后面，一共3个冰箱，一个冻箱，2个冰箱，放在这边，满足你日常食物的基本需求吧。而且它这边你看，不光高吧台那边有坐的地方，低吧台过来这边也有不同高度的吧椅，做的非常的精细，很多细节都考虑到了。而且它皮质的座面其实很有质感，看上去。首先家具不便宜啊，就是房子所有的这个家具是包括在售价内的。这个房子的要价还没上市，可能我们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已经上市了，应该标价是在1300万左右，1300万到1500万吧。到时候具体看看价格啊。你看下面也做了电源了，使用很方便，是不是？又有复古的装饰，加上现代的那种细节上面的考虑。让你使用上又方便，对不对？你又可以保持你的品味，不要去降低嘛。我们再转过来一点，哎，这边应该严格来讲就算是它的 family room 了吧？稍微的 cozy 一点，上面小风扇，你看像是飞机前面的那个桨叶一样。对，老的那种引擎的飞机还得到前面手不能叫老的，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飞机，你要手动去转一下才能开始启动的。而且这个螺旋桨的造型线条非常流畅简洁。对，2个风扇嘛，不是为了取冷啊，只是让空气有一个流通而已。那这边有很舒服，你看深蓝色的沙发放在这边搭配，它颜色搭配的多好。这边有一个超大的电视，这应该得有75了吧？对 ，Sony 的77吧，可能。地毯铺设也是非常好。我们再往这边走一点点过来啊，还有一个小的细节，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空间的，哎，这个位置。是不是感觉能沉浸进去的？这个就像我们就管它叫 breakfast nook 或者一个早餐厅的位置。哎，我特别喜欢这种懒人沙发或者飘窗、半飘窗的这种感觉的大的坐的区域，旁边靠着大大的窗户，自然光，后院隐私又没有问题。你坐在这边没事看一个书，吃早饭，和家人在这边坐一坐聊聊天，哎，或者坐在这边哎打个德州扑克都够了吧？地方。是。太棒了，这个地方，这是犯懒的地方，让你躺着。真是犯懒，它这个房子里犯懒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对不对？旁边有侧面的门，打开是外面的
California Room， 一会儿我们出去为大家详细介绍后院。这个后院其实还挺超乎我们的想象的。那么这边走，跟着我们先去看一下它楼下的空间。下来，时空穿梭的感觉啊！对，就一下来，通过它满满墙上的这些壁纸、海报、画片，给你带入的感觉，就是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而且最用心的下面给你这一个无限镜，就感觉你整个人的思维灵魂唰一下就跑到另一个时空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来，先来右边这边。这个就是纯正的 man cave 吧，可以说是。你看，就是比如家里有人，你看它这个门上小细节，看，哎，从这边是能打开过去的，真是百玩不厌。就这个房子有太多的小东西，你能不停的在发现了。那进来以后，这个就真的是成人空间了，或者男性空间，或者是你知道，很有那种隐藏的纽约地下室那种隐藏的老酒吧的感觉，是不是？你看小的卡座，小的吧台。墙上面这些老的这些海报，以及这种红色皮质的沙发，真的是太搭这个氛围了。后面2个红色的小的 curb， 以及一个酒吧的吧台，这个真的就是为了喝酒而存在的地方，一点不是为了说，哎，咱弄个酒吧装一装，对不对？不是，这绝对是爱酒人士需要的。冰箱、调酒的东西、洗碗槽，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有，一应俱全。而它整个氛围做得特别到位，哎，特别适合，比如说2个好兄弟或者几个好兄弟在下面，你知道吗？喝一杯酒，而且那个年代，你说喝酒，你看它的杯子上面可以说一些细节啊，这些全部都是跟房子的啊。它每个杯子可能都得上百年，会不会啊？上百年都应该不至于，但对几十年是都有了吧？你看它这种玻璃杯上面，这是狮子头吧？应该没看错吧？应该是。太漂亮了。好多这些他们家的家具，如果真的是跟着这个价格一起卖的话，我觉得挺划算的。喜欢这个品味的人，应该是觉得捡到了。对，很喜欢，因为你自己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弄得收集得起来这些东西。你根本没那个精力去到满世界搜集这些东西，而且你说你去光说喝酒，那你得抽起来。虽说我们不主张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说什么呢？哎，小房间往这边门一关，2个人谈点密室，二郎腿一翘，大雪茄一抽。在这个空间里，没话说，太舒适了，对不对？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地下室只是第1个小房间，就给大家这么多惊喜，对不对？然后它楼梯，我可以说一下，你看，大家很多看老房，你知道很多楼梯的背面就经常看不到人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做的比较差的，但全部都是用实木做的非常好的包裹，一点没有马虎。下面这边还有坐的区，就这个下面。下来就觉得放松舒适，就是回家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边你过来还有一个，这个就比较现代了啊，但那个年代也有很多现代设备的健身设备，里面是能洗澡淋浴的空间，也有一个全现代，所有的重训设备都齐全的健身房，这挺不错的，它把空间利用也非常合理了，可以说是。这是第2个小房间。所以进来依然是用全部同样的墙纸，你知道它很多空间墙纸，我进去我就能看半天，因为每个墙纸上都展述了那个年代不同的故事和一些画面。真的，我觉得喜欢这方面的人应该是喜欢的不得了。这个房子，它虽然每个房间的墙纸花纹不一样，但它风格是能统一起来的。没错，往这边走，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红色丝绒地毯。对，它不能旧，老旧的我不行，但它这种状态的就觉得特别的好。而且进来以后，你看这边是它的电影院，非常大的一个幕布，下面的地毯它用的是不同的花纹，太漂亮了，可以说性感，我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吧？是，对不对？这个电影院太 sexy 了，而且你看它的墙上搭配的这些海报，对不对？包括它很多配饰，真的皮具的家具搭配好了，不应该是那种陈旧感。应该是这种性感偏 sexy 的感觉，就到处体现的那种质感。对，真的是拉得非常的满，而且同时保证了舒适度。你说这个房子，你觉得你在这里面待着会不舒适吗？根本不可能啊！2层的这个阶梯，你看它的这种小的壁灯，你看它每个大空间的壁灯都不一样，但它都能配到一起。
这也是很不得了的一点啊，我觉得啊。首先，这个电影院尺寸绝对不是我们见过最大的，但相对来讲是我觉得很舒服。你看上面都有柜子，糖果柜，什么东西都有，一应俱全啊。继续看，再往这边走，你看每2步啊就有坐的区域，把这个空间完全的利用起来。你看这种铜镜啊，周围的铜框，包括往这边走，这个关着门的是洗衣房，因为有些门我们就不打开了，包括一些 closet， 因为屋主毕竟在这边住嘛，我们对人家的隐私还是要有一定敬畏之心的，不能哪儿都拍嘛。哎，这个灯稍微暗一下的感觉，我觉得就这么合适呢。对，在这个空间特别完全不违和，是不是？它要是特锃亮就不太对了。OK， 这边一个半位，很漂亮的一个半身镜，然后到里面全部都是那种棋盘一样黑白棋盘的地面，石头铺好，也是很复古的味道。身后这边东西实际上后面是墙啊，对，但我很喜欢这个丝绒的一个这个丝绒的这个幕幕布的感觉，有什么大戏就要开场，好戏就要开场的感觉。甚至你知道很多打卡的网红，你说在这种地方打卡拍个照都没问题，是网红墙了。包括你边上那个海报，再转过来一点，没错，这个海报。那海报中间的内容不是重点，中间关键就是它周围这个灯，这一圈这种灯一般就是美国的电影院门口的海报才会有的嘛，对不对？以前很早的电影院，对，你说现在也有一些是有了，但它这个感觉放在这边就和电影院这个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侧面啊，依然是洛杉矶所有消防局的要求，地下室都要有一个逃生的地方，可以直接到楼上，有一个楼梯直通后院。我们整个地下就给大家介绍完了。跟着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主人休息的房间里多棒！来到2楼，和大家来分享它2楼的空间。首先，2楼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楼梯空间。可以看它楼梯的宽度是很宽的，这种楼梯和咱们看的很多旋转的或者是那种双盘旋楼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需要更大的空间。它这属于3折，应该对吧？没错，而且是3个正正方方的折，它不会在空间上取巧，这样它需要的空间面积实际上是更大的。你看，很漂亮的这个挂灯啊，从2楼的顶直接挂在这边，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它稍微有一点中古风或者 mid-century 风格的感觉，不能太现代，但也不能太欧式。欧式的话味道又不对了，对，所以真的是很讲究，室内搭配真的很讲究。楼梯整个空间啊，我们之前说嘛，都用不同的壁画和壁纸做的分割，每个大空间，楼梯间也不例外。哎，这些罗马柱立起来，里面形形色色的人，但穿的都是现代的服饰，也跟画片一样啊，在这看很有意思。它每个墙纸的内容都挺有意思，包括墙上的这些各种尺寸、形状的铜镜，是不是？而且上来了以后，正对着是一个小的阳台，也是看到房屋的后面。我们整个2楼也是实木的地板，在这边呢不藏着不掖着。现在大家看主卧室，好吧？主卧室从那个门进来就已经到主卧室的空间了，一个简单的主卧室进来的小欢迎的区域，它也是一个硕大的主卧室，但是它通过空间合理的分割呢，把它分成了不同的若干的区域。首先这个区域就是他休息睡觉的区域，双开门进来，很大很舒适的一个皮质的床放在这边。这个主卧室的氛围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我挺喜欢这个颜色的色调，就这个色调是很多咱们家庭里面不见得会用的，但真的很高级，配得非常高级，给人一种安静感，但又不无聊不抑郁。没错，又没有说那种哎呀旧时光冉冉的那种颓废感，完全没有。依然是一个积极面向的，从往里面走一点，配的挂灯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像佛珠一样的感觉似的。往这边过来，哎，主卧室的一个 retreat 或者是坐的区域，这个区域怎么能少一个电视呢？没想到吧？也是藏在这个画的后面的。它很多的房间反正都是用这种画藏电视，我觉得特别好。现在的比较高级的一些居家里面，就电视不用的时候，有的都是那种升降的、收纳的，尽量都藏起来，很少说摆出来。对，不让它破坏整体的那个设计风格。对，没错，要么一个太现代的物件出现在这个家具陈设里面，就会觉得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对不对？我们从这边过来啊，主卧室的卫生间也很有意思。到了它的卫生间，这个门的后面呢是男女卫生间，但它是不同的通道。这边是女生，我们先来男生这边看，
它一楼的，哎，你发现没有？从一楼的那个半位门口也放了一个小指示牌，对，对不对？风格是统一的。男生马桶间，我们一般不拍马桶间啊。视频里有人问怎么都不展示马桶间，马桶间就是一个马桶嘛。如果真的看特别的，我们再给大家拍啊。男主人自己的衣帽间不方便展示，里面空间是没问题的。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空间里的这个东西，这个一般就是在老外的那种 barber shop 能看得到。对，以前老式的剪头的椅子啊，刮胡子啊，对啊，真的很漂亮。像那种都是那种玫瑰金的颜色，但实际上都是铜制的啊，很漂亮。一个椅子皮具的作为装饰品放在这边。男主人的卫生间自己有一个伸出去的阳台，看着房屋的侧面，也挺不错的，是不是？身后正对着是他自己的洗漱台，往这边哎有一个走入式的淋浴空间，里面都是石料的铺设，你看都铺到外面来了，整体应该很漂亮。男生这边呢就还好，中规中矩。但采光很舒服，采光一点问题，它两个卫生间都很好的解决了采光的问题。从旁边的这个过道过来，两边都是一些收纳啊、储物的空间。女士的 water closet 藏在这个后面，它要不挂这个牌儿，有时候就走过了，是不是？对，不会发现。这边是女士的衣帽间啊，里面尺寸也不错的，我们就不进去展示了。往这边过来，洗漱台在这一边，再过来，这才是惊艳的。首先啊，三面都是窗户，采光没问题，看的都是自己房屋的后面，隐私也没有问题。一个贵妃椅放在这边，身后一个长长的化妆台，然后也是这种不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变得更小的面积，对不对？然后最漂亮的这个卫生间里面，除了上面的挂灯和它整体的地上的砖啊配饰，我觉得是这个浴缸。它浴缸用的这个。对，不锈钢的金属的感觉，反光面特别的漂亮，特别有那种璀璨黄金时代好莱坞的那种感觉，就很像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了不起的 Gatsby 就 Daisy 在她现在老公家里面那个房子的浴室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是，真的，这个房子我一进来以后，就第一感觉就是那个 Great Gatsby 的感觉出来了。这边是它的淋浴间。在这一侧空间也很大，也足够。我们跟着走道稍微绕回去啊，看它其他的空间。从主卧室出来，回到2楼楼梯间，继续和大家介绍。通常主卧室我们都会藏着掖着一下，但是今天为什么先给大家看？就因为后面它精彩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们不建议先给大家看其中一个主卧室，因为都好看，都好看。过来，楼梯间上来这边呢，可以看到中间，你可以当成一个2楼的 loft。或者2楼的一个起居室去使用，同样呢，也都是做了 pocket door 的处理。如果你要把它分割起来，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卧室，对不对？因为走到最后啊，是有自己完整的一个卫生间的，尺寸也非常好。哎，我真的这个颜色太舒服了，太喜欢它这个哎。说难听的简单的词，然后像动物园一样，是不是？各种动物，浣熊、猫头鹰，什么都有，孔雀都有。但它搭配在一起，怎么能这么的搭？包括这些家具配饰、颜色的选择，以及挂的那2个镜子的边框，包括这个沙发的面料，也是这种绿色的丝绒材质，对，就无可挑剔。这个虽然5颜6色，但它颜色依然能让你感觉很取悦你的眼睛。对，而且其实色调是统一的。对，因为很多太艳丽颜色会对你的眼睛是一种精神折磨，你知道吗？但这个每次我看各个房间的颜色，我都会想多看一些，还有什么更新鲜的配色。你看这个电视柜上面的那个纹路啊，电视柜这项纹路，我还原要说的就是它挂的这幅画呢，也是非常的艳丽的画。后面依然啊藏的也是电视机，藏的电视机。真的太舒服了，我真的有时候一瞬间都会有点无语的感觉。在这边我赶紧啊，趁着现在理智还在，房子基本信息给到大家，价格呢详细信息我们会放到视频的下方。房屋8房9个卫生间，室内面积11800平方英尺，处于点头，占地0.61平方英亩。跟着走道继续往前走，这边是它的客卫区啊。你看这边挂了一个，这是什么东西？骑马吗？这个是小木马。反正就这种类似的东西吧。哎，这个是通道啊，通道过来是通的是旁边那个屋子是绕过来，一会儿绕着给大家看。但我先跟大家走一步过来，
这边下去就是它楼梯的通道的位置嘛，从这边直接就过去，可以看到它楼梯间完全不同的壁纸了又，每个空间又不一样了。但是过来给大家看的是这儿，这边就直接扔下去，就是它下面的那个洗衣房，地下室那个洗衣房，哎，就它的辅助楼梯间空间里面有一洗衣房，因为他们家有一大狗啊，人狗非常的 chill， 就在屋里面趴着很舒服，人也不想出来，那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人家嘛，就不展示了。去身后房间之前啊，先来这个屋。这个屋子他们主人管它叫 The Orange Room， 什么原因呢？大家进来不用我多说了吧？从它的墙纸、家具的颜色的搭配、窗帘的颜色搭配4件套的搭配，对，这个就已经很明显为什么叫 Orange Room， 对不对？空间尺寸、层高都非常好哎，没任何问题。这边正对的是它的卫生间的马桶空间，卫生间的墙纸和外面也是统一的。哎，它的次卧室尺寸真的都很好啊！你看这边这么大的空间啊，百看不厌，百看不厌。而且它的墙纸就是 orange 的图案很多。对啊，所以 orange room 嘛，对你刚才没看到吗？这都是墙纸，各种成熟度颜色的 orange。过来，在这边，这个是房屋面向另外一侧的卧室，这个就没有什么特殊主题了啊，不是哪个屋都有主题的。衣帽间在那边。绿色的一些青绿色的墙漆，你看它真的就没有用无聊的颜色，我指就是白色，对不对？或者是灰色，对不对？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用的。那边有一个阳台啊，是看房屋的侧面的。而且这个房间呢也是有名字的，而且这个名字大家也能猜得出来 ，Green Room。啊，你要这么猜也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从它这个卧室其实走过来，中间啊后面是另外一个卧室，这个就是咱们很多美国传统的户型，看那种 Jack and Jill 的这种户型，就2个卧室中间各套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的使用方式呢是平时自己门锁，你用的时候打开进来的时候，你过来把对面那个门锁上，你就可以用了。是这么个使用，因为之前有人看过类似的卧室，问过我们说啊，你用一半厕所那边进来人了怎么办？你要会用，进来是锁这边，两边都带锁。但是它这边不是当卧室在使用，它这边现在是一个放松的空间，或者说是娱乐间吧，或者是它的一个休息的房间去使用，工作间，对不对？也是这边有一点 American Farmhouse 的感觉了，看的是后院，很多这种高窗也非常的舒适，工作台往这边一放，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小地方，如果你当成卧室，其实采光也是非常好的。对。但其实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卧室，8个卧室呢，正常人家其实都已经绰绰有余了。我们从这边一步过来，左边这边是他刚才说的那个阳台，那来到了这边是他楼梯间的空间，可以看到楼梯间里面的配色、墙纸搭配又完全不一样，一个穿越感，而且这边还有2个多余的电影院的电影座放在这边，就是咱们去电影院看那电影座，挺有意思的。它很多视频选的很好玩。而且楼上这个空间啊，如果你是 Barbie 的重度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都不太适合我来介绍，也不适合你来介绍，是吧？真的，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你看这里面啊，就一屋子的芭比娃娃，或者是女生喜欢的娃娃的这种 collection 收集品。芭比的衣服，成人的啊，衣服、鞋子、玩具，多少年前的都有，包括这边画报所有的展示，都是一些历史的片段，包括它周边的什么眼影啊、化妆品啊，对不对？哎，这可以展示啊。就它是一个女孩子的梦幻阁楼的概念，因为它梦幻秘密空间，它其实属于阁楼，它不应该算是真正的3层，它属于一个阁楼空间。但是也有窗户啊，那是看后院的，包括这边看前院，都是有些自然光可以进来。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自己女生的粉粉嫩嫩的小酒吧的地方，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半飘窗可以坐在这边。那边窗帘都是金色的，窗帘都是金色的，就是金灿灿、粉嫩嫩，对不对？不带停的。包括这边你看酒柜上的玻璃杯。哇，他去 source 这些东西很不容易的，是，而且有些酒也不便宜的，他就放在这边啊，
它应该把能买到的都可能买的差不多了，包括下面的苏打汽水全部都。这些东西算在房子里吗？我还能认识人 Barbie 啊，还 Betty 啊，对不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空间，你可以看到那边包括现在啊 Wonder Woman 也进来了，对不对？电视这边也有，你看小沙发，哎，谁家要有女儿，现成的吧？对，得疯掉了吧？小女孩要上来了，我觉得会不会？谁家有女儿买了这个房子，你说哎，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整个楼上空间是你的。哇，你这个老爹的心态或者你老娘的心态，在你女儿的心里面瞬间无比高大，啊，这你可能比给她买辆什么兰博基尼、法拉利都要啊还要不得了。女生自己的这个洗澡的空间尺寸都稍微小一点，可能感觉就是以前就是为小女孩准备的吧，反正够用。通道走到头，有一些抽风换风，然后它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卧室，尺寸呢没那么大，但床都放得粉粉嫩嫩，还挺不错。这个楼上的空间挺 surprise 吧？非常不一样。它的后院我也特别喜欢。来到室外，和大家来分享的整个室外的空间。首先一过来之前给大家介绍嘛，一个室外的厨房，这边是一个室外的就餐区，同样也是一个14人的长桌，数字都是对得上的。都是这是从地下上来的那个逃生楼梯，对不对？往这边走过来一点，它厨房空间实际上不小啊，这个台面其实能准备很多的东西了，吃喝啊，日常的准备，包括你有 party 啊。找一些专业的厨师过来做准备，其实都是够的。往这边它的后院其实比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来接受说拍之前，当时有看过这个后院，觉得哎，感觉没有太大似的。但本人一进来发现，哇，挺够用，非常够。你敢相信这是在洛杉矶啊？洛杉矶下面平地的那一块儿，离商业街各方面都很方便的地方，能有这么大的院子，太奢华了。哎，我才发现上面都挂了很多灯泡。对，晚上点亮应该很漂亮。我们镜头往这边走一点，应该所有树下都是有这种照明的灯。吸引到我的是这个水墙，很漂亮，有点像那种后面砖的花花纹，像孔雀的开屏一样，一个一个过来的，一整排啊，直接过来。然后这边的太阳椅，给我的感觉让我想起来就是那个 Beverly Hills Hotel 的感觉。这种颜色的搭配，或者是 Kim， 就是金卡戴珊他们家的后院和它室内也很多都是用这种颜色的搭配。这个后院是不小的，镜头里现在能更好的看到了吧？对。那从头跟我们来一起走近一点，沿着泳池走一下。泳池这边是潜水区巴哈 shelf， 那边放了一个小小的热泡池，这是我们见过最小的热泡池了。对。但它那个位置不错，它完全就不是重点，你知道吗？证明它重点是在这儿一个长方形的泳池。就是锻炼也好，社交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沿着这边走，大量的绿草地，树上面挂着有射灯啊，挂了一些风铃啊，包括很大的这些植物啊，意大利松，把你后院空间其实占得很满，而且它周围一圈啊，全部都是这种巨高的植物，把你整个后院都包裹起来了，隐私没有任何的问题。停在这边呢是它正中间的走道，从房子这边过去就是正对着正门的那个小门可以出来，对不对？整个房屋的外立面从这边也能更好的看到，哎，很有品位格调的一个房子，可以说是它的外立面属于那种百看不厌的情况下。那边 California Room 下面还放了一个乒乓球桌，对不对？再往这边走过来 ，Pickleball 现在也是赶流行啊，对不对？哪儿都得弄一个。因为这个确实不太占地儿啊，当然它不是真正的标准场了，但自己玩一玩是完全没任何问题的。身后这边过来是一个小的凉亭，那边也有一些酒吧呀、吧台呀、电器呀、冰箱那边全有，后面也放了一个电视，然后真的一个 fireplace 可以点着，在这边供暖，上面挂下来很好看的灯。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那边呢就是它车库的位置，室内可以停4辆车吧，还是3辆车？没数错吧？室内可以停3辆车，上面是一个一室一厅，对，一个独立的套间的感觉。哎，等于小客房或 ADU 都可以去使用。那车道呢，就是从因为这房子大家来到正门的时候可以看见，就从正门呢是没有车库的，
它车的时候从侧面的车道啊，从旁边的一个专门的下车的位置下来，然后一直开到里面，可以停到车库里。所以它是比较讲究的这种做法，保证外立面的完整嘛。那匆匆回到这边，跟着我往后面走，可以看到身后这棵，我第一眼看到我都没想到这是玉兰啊。对，这个玉兰树也太大了，而且上面都接灯泡了。我觉得这个房子其实晚上会不会给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对，它挂上灯，是个大型圣诞树啊。我们留到最后看一看它晚上什么样。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完整的结束了，再次感谢 Listing Agent Louis 给我们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栋非常特别的房子。最后，喜欢我们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下期再见。